讲到电车痴汉，大家可能马上就想到日本，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全世界电车、地铁这么多，为什么在日本痴汉行为会特别严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日本的电车痴汉吧。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如果你在日本搭过电车，你可能会注意到车上有很多特别的海报，比如说上面写着大大的"痴汉是犯罪，痴汉退散"，或是鼓励一般民众要团结起来，主动扑灭痴汉。而因为痴汉太多，现在日本呢还有一些私人逮捕系的 YouTuber 专门抓捕电车上面的痴汉。虽然这种做法引起了不少争议但还是有很多的日本人支持。根据日本警视厅的统计，大约有1/8的女性在过去1年内曾经被痴汉骚扰过，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是非常严重的夸张。可以说痴汉问题呢已经成为日本最无法回避也最丑陋的一面了。而今天的这集内容是来自于《痴汉心理学》这本书，作者齐藤章嘉是一名成瘾治疗机构的辅导员，专门帮助各种犯罪成瘾者摆脱成瘾行为。他认为大众对于痴汉的认识其实存在于很多迷思，同时政府处理这类案件的方式也非常的有问题。今天就让我们借由这本书一起来聊聊日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电车痴汉，这种状况真的有办法解决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听过首富马斯克居然没买房吗？应该说，你看他把他自己的豪宅都卖掉了。马斯克几年前表示，人的资源跟时间都太有限，他宁愿 all in 在移民火星的计划上面，所以把名下房产都卖掉。那他要住哪？住很多。有些是说他睡在这个富豪朋友家，有些是说呢他是住在这个 SpaceX 的工厂附近的组合屋，也有报道爆料呢他还是偷偷买房子。那这样不累吗？只能说每个人对于理想住家的这个想象都不太一样啊。如果给你无限金钱的话，你会想住在哪？我想住桃园。想不到自己的理想居所吗？那很推荐你逛逛台北文创记忆中心年度特展理想居所。这个展览从多元的视角解构我们所关心的居住议题，每周都有不同的体验活动，还有日本你看日建设计等等顶尖团队打造的沉浸式体验，让你亲手布置喜爱的空间，思考自己理想生活的样貌。另外呢，还有 A Shop 风格选物店，精选超过25个品牌风格选物，让你看见美好生活的多种可能。展览期间入场免费，赶快点击资讯栏或是看这里了解更多的展览资讯，建构你的理想居所吧。所谓的痴汉行为，通常是指用手或是身体强制触碰别人的行为。那这里呢，要强调一下，被骚扰的未必一定是女性。不过呢，因为这本书谈到的主要是日本女性受害的状况，所以我们以下讨论基本上也会聚焦在女性受害的情形。那常见的痴汉行为，像是用包包或是外套遮挡、偷摸女性的大腿，或是在人挤人的地方刻意的触碰对方。也有人呢会利用这个擦肩而过的瞬间，突然伸手摸对方一把。根据日本警察厅的资料，他们每年大约会收到4000件检举痴汉的案子，而当中超过50%都发生在电车上，其次呢是在车站内。也就是说，电车痴汉是最大的问题来源。但作者说，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报案率非常的低。2010年，日本警察厅呢曾经针对东京、名古屋、大阪3地搭乘电车通勤的16岁以上女性进行调查。结果有13.7% 的人表示自己在过去1年曾经在电车上面遇到痴汉，而在这些受害者当中，又有高达90%的人选择隐忍，没有报案。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日本电车会变成痴汉犯罪的热点呢？这个问题就要从痴汉的犯案模式开始说起。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痴汉大多是临时起意的，是一时把持不住才会动手骚扰对方。但作者强调，绝大多数的痴汉其实都是预谋犯罪。他们一开始就拟定好了犯罪计划，首先为了不要被抓到，能够快速混入人群电车，就成为了完美的犯案地点。很多的痴汉呢，还会调查不同时段的乘客密度、不同路线的摇晃程度，或是转弯幅度够不够大。因为在人挤人或是车子很晃的状况之下，女性如果被触碰，可能会觉得是自己想太多，比较不会发现痴汉在旁边。同时，他们还会先确认好每个车站的楼梯、验票闸门位置，如果真的被发现，就能够用最快的速度逃脱。而另外一方面，在挑选下手目标时，痴汉会选择那些外表看起来比较温和的女性下手，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的女性就算被骚扰也不太敢声张。那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来看看会成为痴汉的都是哪一种人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做出痴汉这种恶心行为的人，大概呢都是邋遢、不修边幅的社会边缘人。但作者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迷思，因为多数的痴汉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正常人，他们看起来呢就像普通的上班族，打扮很正常，有正常的家庭关系，也有正常的工作。因此，当他们被抓包时，身边的家人跟同事往往会极度的震惊。他们怎样都想不到，平常的好同事好老公、好爸爸，竟然会在电车上面偷摸女性。
另外，作者也说，很多人以为痴汉是因为没有性生活或是性生活不美满，才会透过骚扰女性来排解性欲望。但数据显示痴汉的犯案动机跟性生活好不好其实没有什么关联。很多人呢平常都有正常的性生活，有些甚至跟妻子非常的恩爱。这些人可能是某一次搭车时不小心碰触到女性屁股，就发现对方没有反应，而有了原来犯罪这么简单的想法。或者是他们可能看到有女性被痴汉骚扰没有求助，于是开始有了他这样做居然没事，那我也要试试看的想法。不过呢，刚刚讲到的只是触发犯罪的其中一个原因。如果要深入讨论一个普通人如何变成痴汉，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的复杂。根据作者10多年的辅导经验，他发现痴汉通常是自我价值感相对比较低的人，也不太擅长跟人交际。作者也说呢，因为日本的社会有所谓的男尊女卑的价值观，会认为男性的地位应该比女性更高一点点。但有的男性可能觉得自己的地位比女性低落，不符合社会期待，就觉得有压力，内心比较自卑。直到某一次他们呢碰触到女性身体，发现女性没有拒绝，这让他们感觉夺回了控制感，于是骚扰女性就成为了他们排解压力还有维持优越感的方法。另外，作者也认为痴汉行为也是一种性成瘾，很容易越陷越深。他们犯案的频率通常会越来越高，行为也会变得更大胆。一开始可能只是用手背碰触女性，演变到最后，有些人呢甚至会把手伸进受害者的内衣裤里面。而随着一次次的犯案，他们的价值观也越走越偏。原本一开始可能只是觉得女生没有反应代表不讨厌，到最后有的痴汉呢会合理化自己的犯罪行为，出现像是这周有很努力工作，所以可以骚扰女性作为奖励，或是他们穿那么辣，性欲一定很强，被骚扰也会得到性高潮吧，这种完全脱离现实的认知。作者也说，很多痴汉就算被抓了，再犯率也非常的高。数据显示，因为痴汉行为而被关的人当中呢，有 30% 会在出狱后5年内再次被抓。但作者强调，因为这个数据呢是以判刑为依据，所以很可能严重被低估，因为很多案件都没有被通报。如果日本的痴汉问题这么的常见，为什么日本政府拿不出什么办法呢？作者认为痴汉之所以没有办法根绝，最大的问题就是日本社会不够重视性犯罪。对于痴汉行为，日本的起诉率太低，罚则太轻，也缺乏了防止再犯配套。作者说，受到男尊女卑这种观念的影响，有的民众呢觉得痴汉案件没有什么大不了，还有人会说不过是被摸一下屁股，没有必要小题大做。那这种文化也影响了警察受理案件的态度，有些警察会以他已经道歉了，你起诉他会害他丢掉工作这种有点偏袒加害者的说辞，劝被害人不要提告。因此，当加害者提出和解金之后，大部分女性都会选择撤告。但作者认为用和解金换取撤告，事实上呢，对于痴汉来说非常的有利，只要他们有机会在家人呢还有同事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事情压下来，自然也就学不到教训，甚至还可能养成了付钱了事的心态。那就算有些人真的被判刑了，刑期也多半是在1年以下或者缓刑。作者觉得这样的处罚真的不够重。而另外一方面呢，作者提到，由于痴汉行为是一种性成瘾，如果只判刑而不治疗，就无法防止再犯。但目前呢，在制度上面仍然缺乏完善的这个配套措施，导致大部分的痴汉即使没有接受矫正，也可以出狱。更不用说出狱之后，政府也不会强制他们接受疗程，这就不难想象痴汉的再犯率会这么的高。那针对这些问题呢，作者也有提出他的看法。作者强调，如果希望痴汉可以洗心革面，第一步就是把他们逮捕。除了要求站务员跟警察必须更重视痴汉事件之外，改变大众的观念也很重要。像是东京都呢，这几年都会跟警察合办扑灭痴汉活动，并透过海报广播跟民众大力的宣导痴汉行为就是犯罪。这样子的做法呢，也是想要让更多的民众知道，当女性被痴汉骚扰时，大家可以合力的抓住痴汉。另外，作者认为必须让大家知道痴汉行为具有成瘾性，可以被治疗。当这个资讯被普及，痴汉们呢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可以被治好的，进而主动的寻求治疗。这样子犯罪者呢才有机会从不敢犯案达到真正的不想犯案。而至于法律的部分呢，作者认为除了加重刑罚，设计完整的矫正制度也很重要。无论他们被判刑多久，都必须要在狱中就开始接受治疗，而出狱之后也要继续的接受治疗，不能够轻易的中断疗程。作者强调，虽然说呢，要让一个性成瘾的人真正摆脱成瘾，可能需要花上5到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但对于日本社会来说，这绝对是必要且值得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原本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以守秩序、有礼貌著称的日本人会出现这么多的电车痴汉。
那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才看见痴汉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一连串复杂的结构问题，包含了日本的社会文化、生活压力、司法制度等等，都算是某种程度的共犯。那当然这么说呢，绝对不是要合理化痴汉行为，只是认知到如果想要终结痴汉文化，就需要从法律文化多个面向下手，才有机会斩草除根。另外呢，这本书还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痴汉的外貌。作者观察，大部分的痴汉呢，看起来真的跟其他人没有两样，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长相猥琐不修边幅的色狼。其实之前 MeToo 运动时，国外也有过类似的讨论，很多性暴力性骚扰事件的加害者都非常符合所谓普通人的样子，才会让受害者失去戒心。所以不少人呼吁，不要再帮痴汉贴上一些外表的标签。如果贴标签，可能会让大众对于潜在的坏人缺乏警惕，有可能会冤枉没有做错事的好人。像现在在日本呢，就有痴汉冤枉保险，让那些容易被误会成痴汉的人投保，只要他们被冤枉呢，保险公司就会第一时间派律师提供法律咨询。这一块其实也是蛮值得讨论的，但因为时间有限，今天就先聊到这里。那关于如何解决痴汉问题书中还有提出许多建议，像是在电视上面增设这个通报按钮，或是让痴汉转移注意力等等。那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也可以找这本书来看看，支持好书跟出版社哦。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有被痴汉骚扰过的经验吗？有，我曾经遇到过，感觉真的很可怕。B 不确定感觉对方呢可能是不小心的，怕说出来被认为是小题大做。C 没有，我没有遇到过，只有听过新闻事件。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日本为何这么多痴汉。此外呢，可以点这个地方看中国在日痴汉产业链以及日本非法援交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